SK 的规则下，在这个规则下的邱建良转身后摆，倒踢漂亮，摆拳连续高扫。坦克邱建良将自己关在训练室闭关8个月时间，只为霸气出山击败白俄悍将闪电达米特。邱建良火力全开，全程碾压老外，更是施展出各种得意招式，将对方打破防，当场投降，怀疑人生。来自白俄罗斯的闪电达米特是世界排名前5的搏击高手，职业巅峰时期的达米特还差点在泰国擂台终结泰拳王子波球的连胜战绩。再加上达米特本身就拥有超乎常人的身高臂展，很少有外国选手能在他犀利刁钻的拳脚招式下安然无恙走下擂台，故此不少拳迷粉丝认为达米特是最有希望拿到世界冠军的男人。本次比赛，坦克邱建良则作为羽量级的冠军金腰带守护者，将在擂台上与达米特进行4回合的比赛，捍卫比赛尊严。好了，废话不多说，让我们看看今晚2位选手的表现如何。第1回合开始，白色拳套就是中国选手邱建良，黑色拳套就是白俄罗斯选手达米特。达米特不愧是能与波球血战4回合的狠人，比赛一开始就开始对邱建良展开追击，寻求压制效果。然而今晚的比赛可是关羽量级金腰带的归属，自然邱建良也不敢有轻易的马虎让步，一边游走一边寻找反击达米特的好时机。达米特维特斯他整个在肌肉维度上，包括身高臂展上是有着优势的。对，那对于邱建良来说，哎呦，这场接腿后的发力是在 ISK 的规则下允许的。对，我们都知道 ISK 在这个世界上拥有很多的这个比赛会认证腰带。那么在这个我们著名的这个荣耀勇士的荣耀和荣耀上面，就是 Glory 上面会有很多的选手啊，在 ISK 的规则下，在这个规则下的持臂抓持内围是不像勇士荣耀控制这么严的。扫踢，两个人互抓持腿，这个动作一般连彩排都很难出现啊。对，而且这个其实我觉得是邱建良也要适应，适应规则。是，在这个比赛规则里，相对我们勇士荣耀的规则，在内围控制上面啊 ，ISK 的规则上会相对宽容。达米特凭借超长的4肢，的确对邱建良造成了不小的影响。毕竟邱建良要想施展神龙摆尾，却无法命中对方头部，只能从达米特的脖子处擦肩而过。但是邱建良可不会因为一些小小的阻挠而放弃进攻。既然对方打得那么主动激进，那自己不如利用精准拳法还以颜色，那样比分至少也不会落后对方太多。挂腿更多的时候是一种策略运用。对。那其实你看他在整个比赛上，可能力量上啊，或者是在这个其他方面呢，可能不如对手那么有优势。但是邱建良他的特点就在于自己的灵活，然后呢场上的应变能力强，是以及他的这个运动速度、移动速度非常的快，是这个让对手其实是很难受。中吊扫踢，达米特这场比赛用这种接腿的摔法，在比赛的规则里是允许的，但依然不会被判定入这个判定依据。对，但这个非常聪明，他用这样的方法能很好的打破邱建良的节奏。对，因为一旦邱建良按照他的节奏打舒服了，那达米特就不舒服了啊。相对来说，达米特占据的是稳健的这一部分，而邱建良占据的是灵活。邱建良在首回合一直表现出人畜无害的样子对峙，这也导致达米特开始得寸进尺地发起主动进攻。于是邱建良开始转手围攻，对达米特发起凶猛反击。达米特也不得不立刻做出搂抱动作拖延时间。这要是真的被中国选手击倒在地，那后2回合自己的处境将会异常危险。达米特倒是很好的利用了规则，在这个我觉得对邱建良来说，在技术上是一个盲区。踢到。邱建良手放下的瞬间被踢到了。邱建良不要扛啊！这个达米特的硬度和力量是很好的。你看在身高臂展上啊，还是有吃亏的啊。而且我觉得，虽然达米特看起来跟邱建良维度差不多，但是感觉力量更大一些。当然了，邱建良打这个级别一直也不是靠这个绝对力量，对，也不是靠绝对力量。我觉得邱建良主要他是他的战术上、战术的制定和执行上
是有着超出常人的天赋和能力。而且其实邱建良在场上有很多这种灵光一现的这种打法，及时的应对。对，这个是很考验心理素质和自己的这个训练的基本功的积累。是的。高位正蹬，邱建良。在这艰苦备战的8个月时间，邱建良付出了常人难以忍受的折磨。同时，邱建良也对达米特的战术打法已经完全摸清楚，这才会导致达米特明明有很多招式，却被邱建良完全克制。于是，邱建良也在慢慢的扩大比赛点数，只要在后2回合猛然发起打对方一个措手不及，达米特绝对会后悔参加今晚的比赛。清楚，没错，又高位挂腿是在给对方形成一个习惯，邱建良要出别的招的。因为我觉得他比我们更清楚这个腿法的杀伤力并不强。对，所以这个呢是非常聪明的一种选择。我们一会儿来看看，就相当于就布置了一个佯攻他在此之前也做过这样的东西。这个在上面佯攻，突然出现这个打phủ拳，对或者一直在低扫，突然出高扫腿。截拳打phủ。转身后摆是因为达米特往前冲了，所以没有踢到。比赛来到第3回合，由于邱建良的准备十分充足，达米特也不再开始发起主动进攻，反而看到邱建良接近自己，便会立刻搂抱，其目的就是为了拖延比赛时间，避免受到严重伤害。毕竟达米特已经无法扭转比赛局势，倒不如安然无恙走下擂台，否则将会影响到之后几年的比赛发展道路。高光回合了。箍颈之后只用1次。虽然在箍颈方面 SKA 的规则更开放，但依然不可以这个长时间的做箍颈。中段。邱建良手臂被挂住了。内围方面一直都是中国选手的这个不擅长的地方。对，裁判认为已经有2次了，主动的搂抱了。对。那这场比赛其实邱建良打起来还是有一定难度的。但邱建良一旦被箍住以后，反而加强了拳法的进攻。是。转身的后摆。2个选手都在，压点了，可能要压点了。3次警告。压点了。这样，其实我刚才想说，就是2位选手都在试探裁判的底线。是。包括邱建良，包括达米特都是这样，就是我在试探你的底线，你的底线在哪儿？对。我尽量不按照这个方法去打。顶膝再搂，达米特的确有一些搂。最后公布比赛结果，邱建良实至名归，赢下了比赛最终胜利。大家认为邱建良本场比赛表现如何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们下期再见。